在解放军进行围岛演习的时候，台岛上空突然传来4声爆响，让岛内民众惊慌失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据岛内消息，从10日早上8点30分开始，位于台湾花莲地区北区就接连不断的传来4声爆炸巨响，引来了岛内民众的惊慌。根据当地民众的说法，当时他们听到嘣嘣的声响时，还以为是周围的人在拆房子，正在使用炸药爆破拆除呢。但是从第1声响后，又接连传来了第2声、第3声、第4声，这让岛内民众意识到了不对劲儿，拆房子根本不可能连续这么多声响。许多民众都在网上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由于此前花莲地区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当地人以为是地震，但是当地消防局表示并没有收到灾情通报。而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台军在搞什么军事演练，因为台海巡署宣布在这天会在莲花港实行实弹射击。但是台海巡署表示，由于解放军环岛军演影响，已经停止了演习，并且这声音也不像实弹射击的声音。而有的人认为这可能是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引爆，并且这声音还是从屋顶上方传来的，显然是来自天上。虽说有内部人士称是 F-16在进行超音速测试，但是却没有得到台军的回应。而在岛内民众惊慌失措的时候，其实我军东部战区早就发布了视频给出了答案。在台岛上空传来音爆的前一天，东部战区就发布了台岛上空的声音视频。视频中显示，东部战区空军轰 6K 轰炸机正在执行对陆打击任务，从沿海机场起飞，一路抵达台岛北部上空，并且火控雷达处于开启状态，锁定目标后开启了模拟饱和打击。但从轰 6K 的性能来看，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并不能超过1马赫，因此不能进行超音速飞行，也就无法产生音爆。不过虽然在东部战区发布的视频中仅出现了轰炸机的身影，但在参与对台演习的飞机中可不止轰 6K， 歼10、歼11、歼16以及歼15舰载机都参与到了这场环岛演习中。这些战机都能够进行超音速飞行，并且都跨过了海峡中线，来到了台岛临近空域上空。而音爆指的就是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冲击波，传送地面形成的声音。当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时候，飞行器的头部会在空气中形成冲击波，同时被排开的空气在飞机尾部也会重新汇合形成冲击波。首尾的冲击波会跟随飞行员以相同的速度前进。在一般情况下，战机进行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音爆影响范围极大，宽度能够达到80至160公里，覆盖大半个城市都不成问题。对于台岛这样的弹丸之地来说，已经能够覆盖绝大部分区域了。由于这种冲击波是突然到达地面的，所以人们会听到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受到惊吓，从而影响休息或者工作。因此一般情况下，我军都会限制超音速飞机的飞行，并且尽可能的提高飞行高度，远离居民区，以免干扰到民众。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歼20产生的音爆，因为从台防务部门的消息来看，他们也不知道这次的爆响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而前面提到的几款战机虽然也能够进行超音速飞行，但是没有隐身性能，在不开启电子干扰的情况下，有可能被台军的雷达探测到。就像此次的演习中，台防务部门就探测到了歼10、歼11、歼16战机的身影，但是此次的爆响，台军却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歼20。歼20作为我军当前最先进，也是当前世界上在产的最先进五代机，其隐身性能毋庸置疑。官方曾多次报道参与了对台巡航，但台当局却没有一次探测到歼20的身影。这代表歼20在台军眼中是完全隐身看不到的。像本次台岛上空传来的爆响，很有可能是歼20参与了对台军演，在台岛上空进行的超音速飞行。只不过由于歼20实在是太先进了，
在台当局和台军眼中都看不到，自然也无法有效向外界通报。所以岛内民众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当然，岛内民众也不必紧张，这次的鹰豹只是战机穿过台岛，对企图以武谋独的台当局一个警告而已。解放军既然能够做到在台岛上空超音速飞行，不被台军发现了，那么同样能做到在台岛上空对那些顽固分子执行打击任务而不被发现。并且这些顽固分子就算提前得到了消息，想要跑路也做不到，因为此次军演，我军已经实现了对台岛的全面封锁。仅3天的时间里，就有上百架战机出现在台岛周边严防死守。莫非台当局还能强行突围出去不成？在这里也是奉劝台当局不要一条死路走到底，不然这爆响可能就会变成爆炸。在解放军发出的模拟打击演示图中，可是有多枚导弹直奔台岛而去的。